塞尔维亚被西方逼入墙角，577选择了破釜沉舟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大家知道，科索沃问题是巴尔干半岛上的火药桶。自俄乌冲突以来，在北约的挑拨下，一直动荡不安。这段时间，外有北约和科索沃的军事威胁，内有越闹越凶的颜色革命。577这个中国在欧洲的铁杆朋友，在退无可退之下，选择了站着迎接最终的命运。巴尔干这个著名的火药桶终究点燃了起来。根据塞尔维亚媒体南斯拉夫通讯社的消息显示，塞尔维亚总统577在日前签署备战令，宣布塞尔维亚军队将战备状态提高到最高等级，并且即刻向科索沃行政线方向移动。换而言之，在经过北约和欧盟几个月的施压之下，577依旧拒绝了对国界主权的让步。事实上，目前的塞尔维亚已经被西方逼到墙角，在外是北约支持下的科索沃，从去年开始就不断在谋求实质性独立，针对境内的塞族人进行暴力驱赶和袭击。在内是西方扶持代理人在塞尔维亚制造颜色革命，试图把拒绝服从美国的577赶下台，甚至是进行打击报复。577现阶段的打法非常精彩。577在事件爆发以后，第一时间做出了一个让步，也就是选择退出了目前执政党前进党主席的职务，但拒绝要求关键职务的官员辞职。这一招其实是以退为进的。577退下来之后，将自己推到了所有塞尔维亚人的总统的位置，而不是某一个党派的总统。这一招直接破解了反对派在底层的口号。577本身在国内的支持度就极高，关键职务上都是自己的人。解散议会之后，重新选择完全可以稳定局势，而下令军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，则是一箭双雕。一是防止反对派影响到军队，将军权抓在自己的手里，基本这场颜色革命西方就翻不起大浪来。二是安排军队保护科索沃地区周边的塞族民众，一旦科索沃宣布独立，军队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进入战场。坦率地说，577在科索沃问题上直接摊牌，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属于破釜沉舟了。国内颜色革命，如果577在主权问题上妥协，那就彻底毁掉了自己支持度的基本盘。反对派上台，塞尔维亚基本就是乌克兰化了。而要捍卫国家主权，塞尔维亚这一仗是背水一战，不打也得打，而且还要打赢。虽然九死，但是还有一生的。当前北约集团在乌克兰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，武器库存并不能和当年相比，战斗意志也远远不如当年。另外，随着中国在欧洲的活动，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也是有些离心力德。真到了要打仗，欧洲这些国家可能并不会全力以赴。虽然地理上中国不方便给予支援，但在国际外交上，中国肯定是要出手。到时候塞尔维亚面对的很可能就是只有英美支持下的科索沃叛军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